大家好，欢迎收看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也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台海会不会爆发战争？这关系到数以千万计人民的生命，所有人各执一词，因为没有人知道共产党习近平到底想什么，或者在某个时间点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哪怕他现在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全世界的情报机构，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判断，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但是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共产党对于武统或者说拿下台湾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同时把统一台湾给合理化，因为他把这个合理化了，所以所有反对统一的人都被他们看作是台独分子。但是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有这样的巨大的意愿，但是能力能不能跟得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目前看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的陷入到困境当中，共产党在做的事情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重点是把政治经济的格局从改革开放的趋势给扭转过来，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这个上边，也就是集权维稳。所以说对于台湾来讲，他们现在只是打嘴炮，虽然嘴炮一直没停过。那么我看到英国的外交部长最近说了一段话，他警告中国说，如果对台湾开战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会崩溃。可是他说这个话，其实这种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共产党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打台湾的话会导致崩溃吗？他们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就已经处在崩溃的过程当中了。正是因为他经济崩溃了，他才去这个孤注一掷，可能会去发动战争，或者想到通过发动战争的方式去转移矛盾。就像当年的纳粹，希特勒上台之后，面对魏玛共和国的这个经济的困境，他通过集权，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来把国家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之后，自然就没有什么崩溃不崩溃了，对吧？因为所有都是国家来管控了。就像是日本当年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他把这个扩张领土当作转移矛盾的一个好办法，而且从殖民的统治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挽救他的经济。所以今天的中国又在走过去的老路，就像华尔街大佬达里奥最近说的，他说美国不停在制裁中国，就像是当年二战的时候对日本禁运，最后导致了日本袭击珍珠港，开启了太平洋战争。他站在美国的角度，把过去那段历史跟现在做了一个比较，他这个比较非常对啊。但是问题是，他的比较之后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去制裁中国，不应该去把中国赶到那个墙角，最后你把他惹急了，他会咬你一口。可问题是，这是不是说明了当初美国就不应该介入二战，就不应该去帮助中国去抗日，就不应该去对日本禁运呢？难道你不这么做，真的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帮助的吗？当希特勒统治了德国，日本统治了整个印太，那最后还是要跟美国一争高下的，甚至到那个时候，美国可能要付出更多去对抗这两大强权。所以达里奥把这两个事情，过去的历史跟现在做了一个比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反而更要去对中国进行制裁，或者说在他还没有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尽早的制裁，才能够避免未来的巨大损失，或者说把未来可能的损失减小到最低。所以说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属于是一个关键期，就是看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到底能不能阻止中国进一步的壮大，最后真的去发动战争。所以说制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为了世界的和平。我看到美国拜登政府最近也宣布，他们很快就要进一步加强对高端芯片的技术方面的封锁。毕竟看到华为，他们还是通过想方设法的绕过美国的制裁，获得了西方的技术，不断的还是可以从荷兰手中购买光刻机，生产他们自己的芯片。所以美国需要把这些制裁的漏洞补上。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制裁的还不够，很多领域仍然它可以获得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甚至是通过千人计划获得人才。那么这样的话，你姑息养奸一定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这个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一点，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地方。制裁确实能起到作用，但是它起到作用够不够大？现在等于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就看谁跑得在前边。这直接意味着未来几十年整个全球局势的动荡。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好时机呢？就是共产党一方面在挽救自己的经济，另外一方面在想办法，当他经济实在撑不住的时候，
有其他的方式方法，比如说回到毛泽东那个极权主义时代，或者是发动战争，这都是他们解决经济困境、解决经济合法性失去之后如何的维护自己的统治，这都是他们未来很可能会采取的办法。但是如果你能够让他们还没有再采取这个办法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就提早崩溃了，那后边的办法他想做也做不到了。比方说打仗，他的军队都已经涣散了，地方都出现军阀了，中央政府没法集结兵力了，也就谈不上什么台海战争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竞赛，看看这个军备竞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至少目前看来呢，似乎围堵制裁还是有很大的成效，而且共产党自己的经济的困境，这已经让他们有点吃不消了。别忘了他们内部还有大量的腐败问题。最新的消息，据英国的《每日邮报》报道，中国的093商级核潜艇在8月份的时候出现重大事故。他们在8月21号执行黄海任务的时候，潜艇系统故障，导致核潜艇55名船员身亡，其中包括22名军官、7名军官学员、9名士官和17名水手。死者当中还包括船长薛永鹏上校。这是《每日邮报》引述的一个英国的机密文件。那么为什么它会出现事故呢？是自己把自己害死的，因为这艘潜艇很可能是撞上了他们自己的障碍物，包括一些链条跟锚。这个障碍物他们去投掷，目的是未来要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的潜艇。这种障碍物可以导致核潜艇被困，至少需要6个小时才能够摆脱，修复之后浮出水面。但是这一次他们被自己的障碍物给缠住了，机载氧气系统发生了灾难性的故障，导致所有的船员中毒身亡。目前中国的国防部否认了这件事故这肯定遇到这种情况都尽量否认俄罗斯也经常这么干，过去重大的事故他们都否认，但是最后还是证明确实发生了。所以中共官方的表态我们听听就好了，他们现在要民族复兴，要大国崛起，重整军武，在这种高昂斗志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故，他们当然不愿意讲出来。英国的媒体能够掌握这么详细的报告那么能够讲到具体的原因，还有这些人名多少人，还有这个潜艇当中的一些细节，想必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话说死，毕竟《每日邮报》经常报一些八卦新闻，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严肃的大媒体，所以说我们可以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消息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讲，你不要看到共产党的军队有多么的庞大，数量人员就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是表面的东西。真正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才能知道到底怎么样。北洋舰队也号称是吨位全亚洲最大的，最后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恐怕今天的中共党国，它的命运跟大清帝国不会有什么两样。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不光是制造业， IT 行业也面临巨大的困境。据中国国内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去年，在中国倒闭的新经济公司就超过25000家，其中2022年中国有3378家网络企业倒闭，倒闭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了 33%， 还有很多的人在网上哭诉自己的工资在不断的减少，在不断的减薪。还有就是失业之后，由于他年龄比较大了，30-40岁，找不到程序员的工作，因为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他们只会招收年富力强的人，而且本身这个程序员的收入比较高，那么也不是那种底层的工作，这些企业本来效益就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也不愿意花大价钱去养年龄比较大的程序员。很多企业我们都知道，他们裁员往往都是那种高薪的职位裁员，为了减少成本。那些拿着最低工资的或者是很底层的人反而不会被裁掉，而年龄大的人呢，他们出来之后创业，现在基本上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那你找一个新的工作，民营外资现在都纷纷的倒闭和撤离，请问你能去哪儿？你要去国企央企可以，但是你有关系吗？你拿得出几十万去贿赂这些政府的公务员吗？总之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是哀嚎遍野，发动台海战争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当然你可以说很多中国人都支持这么做，但是不好意思，中国人支持不支持并不重要，你又不会开战斗机，又不会开潜艇，你支持管什么用？甚至你连钱都拿不出来去捐给解放军。所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口水，很多人都可以贡献口水，但是毫无意义。台湾人没有必要总是怕得罪中国的民意，得罪共产党，你只要不被共产党统治，你就等于已经得罪他了。这是我上期节目讲过的，不被共产党统治的人都是台独分子，那还不如就踏踏实实做一个务实的台独分子好了。
总之，共产党对台湾的武统意愿是在增强的，而且它的政治需要也在不断加大。可是它到底能不能这么做？这么做之后，就像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一下子就露怯了，处处掉链子。西方甚至都不用出兵，只要提供武器就可以阻挡俄罗斯的军队。是不是同样的事情也会在台海上演？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共产党逐渐的集权，习近平成功的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社会，然后在他被全球孤立、经济巨大困境、政治开始出现动荡的时候，他即使通过这种集权手段也维持不了的时候，那可能会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这种可能性正在随着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不断的飞速下滑，逐渐的减少。它不仅是未富先老了，它是未打先败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